比较正经的那种视频应该已经都完事儿了吧？轮到我这种不太正经的对付两口了。首先，因为时间仓促，所以接下来也许会比较意识流，如遇撒糖漏水，里外发烧，还请朋友们多担待。小米14 Ultra 去年就没刷上，万没想到今天还出现了呢，趁热刷一刷。原以为这哥们儿仅仅是治好了驼背，结果哪成想好像顺便还沿袭了锁骨。相较于配置始料未及的紧凑，令本来准备委婉表述身形澎湃应该是紧扣主题的我，突然就糊了满嘴来自反差的关爱，一时不知如何展开。本次 Ultra 这套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几乎同米14 Pro 平分秋色的绝对大小重量，其实只是道前菜。仔细观瞧，不论直边金属机身，还是内收的延展与弧度，甚至中间这条终于去掉塑料支架的科纳皮，外带异常磅礴的镜头模组，所有线条无不在结成为视觉收窄服务。综合演绎之下，除了很好的稀释厚度，以及让握持还挺舒服。尤其黑色版本实际在手，坦率讲，你甚至会觉得它看起来莫名有几分小巧，令人恍惚。金属机身不得不说，内收设定在观感层面仿佛天然就带了层坚固 buff。除了游戏手机，总让我想起 N 年前主打能让汽车拖着满街跑的这位。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种类似装甲的感觉呢？然后依照本款设定，如果不是为了卖配件的话，侧边能再有个类似索尼的两端式快门，我觉着或许更完满一些。主摄模组，尽管哥们儿依然能够直立于桌面，但将近 6.5 毫米的凸起，再结合算上装置件怼到 60.76 毫米的孔布直径，单拎出来整体甭管怎么说都是属实大的离谱。这玩意平放桌面倾斜甚至能达到4度，以至于仿佛来消息你都用不着怎么太低头，自带支架了属于是。不过握持方面，就我的实际情况而言，干扰却并没有想象中大。竖屏食指架着这个史诗级的凸起，恰好辅助托住手机，而横屏也能顺利扣住且越过玻璃。不过当然手小的同学就得务必多考虑一下了，这个珠穆朗玛峰级主车不是闹着玩的。两点小小的补充，一个是众所周知，市面除了苹果和索尼，镜头玻璃硬度其实集体都是偏低的，尤其这种超大直径的圆饼的，仅仅只是把装饰件保护起来有点白扯。如果你也不想2000半就干花，那全包壳可能是个更好的选择。第二点，40 Ultra 晃动时镜头组件依然会有些响声，纯属正常现象，不必纠结。颜值比较好理解了，不管是一体成型的机身框架，还是虽然联名徕卡，但小金边做的说实话有点像尼康的 Deco， 亦或阻尼宛若相机把手的科纳皮，组合到一起基本完全就是手机形态的相机。极端型设计可能会有点挑人，但喜好摄影的同学应该会比较容易找到感觉吧。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你喜欢本次14 Ultra 的设计吗？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指纹识别位置和14 Pro 是一样的，使用起来也比较顺手。接口仍得插一嘴，虽然升级高速，理论实际传输能达到1G 左右，但或许受限于供电，连接移动硬盘，尤其这种2280规格，无论是否开启 OTG， 貌似都不一定兼容。我手头是全军覆没了，所以如无必要选大容量 U 盘更保险。外放效果听起来似乎比14 Pro 要稍好一点。今天高端局参考 iPhone 15 Pro Max 以及三星 S24 Ultra， 由于苹果风格相对特殊，为尽量拉齐，安卓两位统一打开杜比，同时小米开启沉浸效果。朋友们简单听听看，其实有点迷惑性，试试你能猜出哪个是小米吗？影像方面，主摄升级同为1英寸的索尼 Lithia 900，配备 1.63 到 4.0 无极大光圈，超广角人像以及潜望均维持 2.51英寸的 IMX858， 其中潜望光圈加大了一些。个人认为最贴心的变化是长焦端终于有微距了，75毫米最近对焦距离10公分，120毫米为30公分，不用担心拍的正起劲的摄像头来回瞎蹦，非常舒适。同时还给你整了个景深融合，啥意思呢？75毫米端为例，如果怼到10公分，拍猫拍狗拍实物进行超级特写的话，1.8光圈极易导致景深过浅而
而拍不全。本次则可以自动识别场景提示融合，打开后一如画面所见，最高可将光圈扩展到 f24， 从而获得清晰完整的拍摄效果。不过极端情况也不见得次都能猜得准确，比如这张清晰范围是扩大了，但原本在积雪前面的松针却陷入了同时既在前又在后的薛定谔叠加态。超级数字底片，参考 iPhone 15 Pro Max 手动钱包2档，咔嚓就是一张。可以看到两位的柔圆片都是比较黑的，且不少位置已经陷入了近乎死黑的境地。此时导入 Photoshop， 咱们原地再拽回来。尽管无法确定小米这玩意儿是不是真的有16比特，但反正恢复后的效果的确看起来更胜一筹。超级灯幕各焦段色彩一致性，朋友们简单感受下，不知道大家觉得可还行吗？至于超远变焦，30倍为例，虽然 AI 确实能一定程度补充部分细节，令画面看起来更清晰，提升高倍数码变焦可用性，但个人是觉得总体目前的接入程度不算非常高。另外也有可能会把原本没拍清楚的部分顺势画成奇怪的形状。接下来常规样张又是一场高端局，继续参考三星 S24 Ultra 以及 iPhone 15 Pro Max 默认模式抬手机拍。没错，你以为只要打开相机，随便就能感受到来自真实层次的洗礼吗？事实上，当没有了华丽的场景、精致的大光比或者玄妙的摄影功底，尤其面对阴天平光外带无限远对焦，并不会一下就发现有何显著不同。倘若遮掉水印，反倒亮度拉得很高的三星更有可能获得一般大众的青睐。当然，放大仔细观瞧，还是能发现些许端倪。得益于镜头与算法特质，没有过分锐化的小米观感的确相对顺滑立体，而不是像三星或者苹果那种远景恨不得比近景还要锐的纸片化。至于色温，大可不必纠结，这里很大原因是旁边两位清冷专业户给显的。现在你还觉得黄吗？随场景收缩，14 Ultra 宣传当中的影感韵味才愈发开始显现，几乎不论何时，你都将能在画面中找到递进的景深过渡。此外，绵密中正的色彩甚至隐约更添一丝油润，虽然不见得适合所有人，但也无法否认相对确实挺抓眼讨喜。如果说主摄也就那么回事，那到了长焦端就属于是开大了。但用南回的75毫米出片率不俗，几乎随手即是劈头盖脸的层次与质感，120毫米甚至240毫米都亦是如此。尤其这张相比之下，甚至让我有点想打印出来的冲动。超广角看起来和其他镜头非常接近，可能这就是焦段一致性的体现吧，还多少有点大胆的，同样采取了低锐化策略，避免塑料的感觉。大家觉得这个效果如何呢？今天场景确实是一个比一个极端，夜间弱光大面积灰白的情况下，纵使灯光本身有点黄，小米好像也是过暖了，几乎彻底掩盖了雪花的白。此时个人比较倾向苹果，尽管会存在一定伪色的情况。至于三星，也不知道为啥始终有点紫，然后同样随着场景变小，各焦段一些观感上的优势才会逐步体现。当然，如果粗暴的评判，部分时间其实手动拉下曝光，区别倒也不会有你想象的大。其他我就不说了，朋友们简单看下你喜欢哪个色儿吧。视频录制继续参考 iPhone， 统一 4K 60帧规格，抬手就录。我觉得正常来说，14 Ultra 一定程度延续了拍照的风格，比如这段是吧？苹果相对平坦，但小米保持了过渡。不过这点并不绝对，到了白天，小米也挺锐。接下来几个小片段，大家随时暂停感受下。4K 120帧这个不稀奇，无需多言，只是需要注意宣传当中的5倍慢放是放到24帧，毕竟即使咱这种小摊子8年前开始都已经是60帧了，除非你要的就是卡的感觉，否则流媒体24帧难免过于古典，建议实际使用最多慢放4倍或者进行后期补帧。至于大师开拍比较好理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索尼的 S-Cinetone 这两个玩意目测是差不多的，都追求中性、准确以及高动态，基本等同于做好1级调色的 log 模式。例如你想要最大化动态范围，于是拍了 log， 原片
片肯定是没法用的，至少得先还原一下颜色。大师开拍就是做到这一步，同时保有充分的后期空间，你只需要拉下亮度，调调饱和度就可以了。回到14 Ultra， 现在左边直出，右边是大师开拍，咱们别的什么都不动，随便拉一手亮度，应该能看出区别吧？大师开拍的效果总体都是远超直出的。再比如这个镜头，首先还是调整亮度，注意整体画面感觉，其实至此就已经非常的可用了，专业的气质也上来了。如果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套个 LUT 会怎么样呢？是不是隐约有点网络大电影的韵味了？这个程度你用直出是做不到的。最后补充一个小小的点，也许和你想象中不太一样，就是官方所说的全焦段 4K 60帧变焦，指的是超广角到15倍这个范围内都可以录制 4K 60帧，而非在录制的同时能疯狂变焦。切换摄像头的时候，画面还是会变一下的，简单了解。屏幕部分 6.73 英寸 2K 分辨率，华星光电 C8 不拉不拉，硬件参数看起来好像就是小米14 Pro 的那一块，但毕竟这是 Ultra， 实际真的完全一致吗？肉眼观感确实非常相近，可是角度倒也没看出有啥显著区别。暗光灰阶个人认为在可接受范畴，毕竟有三星搁这，其他所有手机都突然变得好像还挺好的了。亮度方面，手动平均最大亮度 521.1 尼特，激发 1074.6%， 10%窗口 HDR 亮度即可突破3000，干到3100尼特。开启阳光模式，手动平均再加270，逼近800尼特。咋说呢？整体都要比我手头的14 Pro 亮一点。过分的是均亮程度还爆表，十分离谱的，甚至送走了 iPhone 15 Pro Max。你要说 Ultra 这个屏幕没挑过，多少我是不信的。毕竟这玩意儿连默认模式的蓝光表现好像比之前都更强了，难道一切都只是巧合吗？不禁令人陷入沉思。调光偏闪，低亮度1920赫兹，高亮度类地吸，切换位置大致在控制中心，亮度滑杆大概 55% 附近。SOM 低亮度和14 Pro 差不多，可是高亮的时候同样明显更好。显示效果默认模式就是最准的时候，实测白点接近 CIE 2.15 2度标准。当然，如果你要是不喜欢这个，想要 CIE 1931，那么选择高级设置中的自然模式即可。触控采样稍微有点玄妙，系统 UI 下为120赫兹，但是游戏内设置拉满也很少能看到240，基本平均下来大概是200到210赫兹左右。或许正因如此，虽然跟手度未见显著问题，但是采样有时候似乎隐约有点时快时慢的倾向。25摄氏度半小时 3D Mark 烤机，作为非游戏手机，尤其还是主摄恨不得占了机身 50%， 外带素皮加深的外带科纳皮加深的影像旗舰，小米14 Ultra 竟然跑完了，属实出乎意料。这货甚至峰值功耗冲到了 13.2 瓦，平均也有 8.8 瓦。常规旗舰在本环节稳定性一般维持在 50% 到55% 上下，但是14 Ultra 超过了 70%， 降频门槛 CPU 大致在80摄氏度， GPU 为90摄氏度，总体表现可以说比我想象中要强得多。30摄氏度极致画质王者可能是触发了 bug， 即使依照小米本代机的一贯做派，性能释放也还是大概多了 0.5 瓦。超量输出带来的热量在不算低的环境温度下，导致最终总体结果包括尾端的缓步降帧都与此前的14 Pro 非常相似。不过尺寸倒也不必纠结，因为即使如此，内部平均温度却并不高，甚至可以说还有点低。看来新冷泵的散热效率不容小觑，只是尤其比如30摄氏度这种环境温度比较高时，导出的热量在机身表面可能有点不太好消解。来到原神 5.45 瓦平均功耗没什么问题，帧率就总体趋势而言也可以，只是纵使平均帧率达到了 53.8， 且稍有大幅度变化，但由于过程中几乎始终处在差不多40到60帧之间震荡，密集的变化令实际感受也不太能称得上特别流畅。玩的时候设置中直接锁定45帧或者下调画质，或许是个更好的选择。温度层面与刚才情况类似，内部很低，但外部略高。兴趣铁道总体而言，各方面依然与小米14 Pro 几乎如出一辙，同样是前12分钟很流畅，然后缓步降至32到33帧左右。不过如果细抠，帧率及温度层面是会稍强一些。对于此等形态的影像旗舰而言，反正我觉得是够本了。充电方面，90瓦快充，峰值功率 71.7 瓦，平均 33.3%，1%电量起充，10分钟充至 44%，30分钟 88%， 充至100%耗时41分钟，完全充饱43分钟。实际容量关闭乱七八糟优化，不仅充满与充饱的时间几乎重叠，且宣称5300，充饱也是5300。看来本次小米对这个新电池的寿命非常有信心。好了，没有了，不知道此刻大家感觉如何呢？这把是否达到你的预期？总体看起来，就算刨除格外拔高的影像，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短板。14 Ultra 无愧看家级定位款之名，但是它并不适合所有人。即使能够接受异常霸气的主摄模组，喜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宛如相机的设计，其实理性角度也有必要再考虑一下，到底能不能用得上堪称过渡的影像能力，以及是否驾驭得了这拥有所谓真实层次的影调韵味。坦率讲，让我用的话，我都感觉好像有点浪费，挺惭愧。不过当然，明确喜欢拍照的同学，无关其他且预算充沛，就想体验不像手机能拍得出来的进阶的感脚，那肯定可以搞一搞。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订阅、点赞、评论、收藏，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